老公，你要走了？对呀，今天得回去的。我知道，结婚纪念日嘛，我也没说什么。别这样，接过，坐一下。我们这头点红，你们那边的红。报告，我今天来报道。我找周队。让一下。很有钱吗？那我们不晓得嘞。哎呀，你看他屋头穿的用的，跟我们两个比，是不是一路人嘛？哦，也不一定是为了钱。你看她长得好漂亮哦，该不是？哎呀，也是这样子想的，嘎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多半是作风问题噻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在想哦，30多岁的人啊，他不生娃娃正不正常？你知道怪不怪嘛？你说是？报告，周队你好。我叫吴东，我是今天来报道的新人。高支队长说今天有案子，是个好机会，让我直接来现场跟您学习。周队，哎，怎么样？没什么发现，手机、钱包全都没有，而且还是私人住房。周队。我们到了的时候，水龙头都是打开的，出水口全都被堵了。
不住在楼下，我早上起来呀，发现我们家那个屋顶啊在渗水，我就说上来看一下，结果一看，就发现这个问题了。他两口子，你都见过吗？见过呀，女的经常见，男的虽然回来的少，但是也楼上楼下的见到过的。你等一下啊，小刘，对对，把东西给我。看看，这里面有吗？哎，是他，就是他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关系是情人，而不是夫妻呢？经济条件和居住状况不符，不跟周围人来往，没有合影，男的又不经常回来，而且有一张报纸在一堆杂志里边，一看就是死者特意收藏的，这上面应该有他们唯一的合影。这也不能证明他们的关系啊。主要是附近的居民认为他们俩是婚外情。一般来说，热心群众对这种事儿都格外看不上，会很敏感。别说这早点摊还挺有收获。我们是东江刑侦支队的刑警，来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曲彤呢？苏木欣是你丈夫，他在家吗？不在。你们结婚多久了7年了。方便问一下，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？我们关系很好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刚才和小区的保安了解了一下，他昨天晚上6点左右回来了，是吧？对。昨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做了饭，叫他回来吃晚饭。吃完饭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不清楚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，出差了。你呢？之后出去了吗？没有，我就在家里做做家务，打扫卫生。他走了之后，你有没有他的消息？跟他联系过吗？我能问一问，你们两个来，究竟是什么事情啊？对了，你俩有孩子是吧？对，有个女儿。孩子呢？去世了。抱歉。孩子去世之后，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？有什么变化吗？谁让你杀了我的女儿？快马停！没有。打搅了。你们两个来究竟是什么事情啊？苏木欣她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？你认识诗月吗？
卓尔饰品的设计师。我们了解到，昨天苏木心从这儿离开之后，没有去出差，直接去诗月那儿了。设计稿苏总看过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来劲儿啊！苏总看过了，觉得需要再调整一下。苏总，嫂子来了。嫂子，我听说你身体不太好，疗养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好点了吗？苏总没把嫂子照顾好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好多了。那就好，趁年轻还能再要。你是想暗示苏木心和这个叫诗月的人有什么特殊关系？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我和我老公感情很好，就算他真的去了诗月家，也是为了工作，彻夜不归。这事不归警察管，就算真的要管，那我也是受害者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哎，老张。哎，周密啊，他现在啊，他是个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师傅，我来跟你说。你说。我跟张哥刚从电信出来，调了苏木心通话记录。他今天早晨6点08分订了辆出租车，那个上车地点是和盛街附近的路口，下车地点是长途汽车北站。北站汇合。死者诗月，34岁，云州县人，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外，3年前回国定居东江，随后入职卓尔饰品，成为了一名设计师。怎么样？脸上整过容，并且是多次整容，手腕上的伤痕，怀疑之前自杀或者自残过，符合情感纠纷的推测。但是在2年前，他与卓尔饰品总经理苏木心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。诗月于昨天晚上23时左右死亡。根据法医的验尸结果，他患有心源性哮喘，死因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足造成的窒息猝死。那是哮喘药了。对，吸入剂。离得这么近，是不是有人拿着药故意不给他？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，我们高度的怀疑，他的死亡跟现场的另一个人有关，所以我们也认为，这个案件还是应该按照谋杀案的情况来进行调查。目前根据现场的情况以及证人证词，他是本案的最大嫌疑人。没见过。这个人你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这个人见过，这个人见过，没有见过。这个人没见过，没点印象。你们呢？昨天下午6点，苏木心开车回家跟妻子庆祝结婚纪念日，随餐有饮酒。根据保安的证词，晚上9点多，大概9点40分，苏木心醉酒出门，有小区的保安搀扶他上了一辆出租车。我们已经和出租车公司确认过，苏木心乘坐出租车于10点左右到达和盛家。
请哈，华生街到了。木心，你们家这个人喝多了，赶紧过来领走哈。没带他们。哎，好。小心台阶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这边，这边。今天早晨7点左右，苏木新离开死者家，到达长途汽车北站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好。他想起来一事情，挺奇怪的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说一下。你说，今天早上挺早的，大概7、8点钟吧，有个人一次买了4张车票，都是最早能发车的车次，而且还是开往不同方向的。我当时跟他确认了好几遍，他都坚持要这么买。买票的是平时睡在车站里的一个流浪汉。付钱人流浪汉替他出面，在同一时间购买了4张去往不同省份的车票。你好，你今天早上买了4张车票是吧？谁让你买的？一个男的，他给我的钱。是这人吗？谁？就是他。目前作案动机不明确，现场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，但是看上去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不太像是醉酒之后的激情杀人。他妻子的反应也像在掩盖什么。这样啊，分组调查大巴车，先把人找到再说，好吧？行，就这样，散会。好好的跟师傅学学啊！是。苏木新和曲彤他们的孩子叫苏默默，96年生人。他患有自闭症，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发生意外死亡了，是因为食物卡到气管。当天是苏木新单独带着孩子发生的。明天我到公司，我再跟你慢慢讨论。我跟你说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不要把这些事混在一块，你给我发脾气行吗？我今天本来就头疼，我现在很心烦。今天晚上不行。今天晚上肯定不行，你别闹了行吗？我以为你是懂我的。默默，
苏木欣在拨打120之前，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施月的。那么，所以苏沫沫的死有没有可能跟施月案有关呢？孩子去世以后，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？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。我今天去曲彤家，问到他认不认识施月。你认识施月吗？卓尔饰品的设计师。他说不认识，表情很不自然，显然是在撒谎。今早施月被发现被害身亡了。那如果杀人动机是苏沫沫的死，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夫妻合谋？不清楚，不知道，不认识。这人跟苏木欣肯定无关。你先让吴东去盯着曲彤，在找到苏木欣之前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。苏沫沫案当时是你们出的现场？啊，是我们2大队去的，排除了他杀嫌疑，法医也做了死亡证明，没什么问题。立案了吗？没有。当时证据链没有什么疑点，复核了好多次。家属也都认可？孩子妈妈不太认可。彤彤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但是默默要下葬，要入土为安。不是。他当时坚持说是孩子的父亲是凶手。但我记得孩子的父亲，当时也挺可怜的，毕竟出了意外，他也挺内疚的。周队，张，哎，张哥说先查苏木欣夫妻，我发现3个月前去通报过警。是因为他女儿的事儿吗？不是。周队，这是录像。他打我。你妻子曲彤报警说你家暴她，你家暴过她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。他打我。他受伤了。他伤哪儿了？伤得厉害吗？你昨天晚上穿的这件衣服对吗？这件衣服不是被暴力撕破的，而是用剪刀剪开之后才撕破的。还有你身上的伤，经过医院验伤，受伤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，而2个小时之前，苏木欣刚刚去上班了。曲彤，证据确凿，你这是报假案，涉嫌诬陷，
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知道吗？没有伤就没有家暴了是吗？没有伤就不能是你打打我了？志鹏，他就不能不把你杀了吗？冷静点！你们这些警察，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他打我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打我，还有我的女儿。他是被害死的，可是你们却说这只是个意外。你们眼睛瞪得这么大，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吗？苏太太，回来了。你好，买水去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咱们这啊，治安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做那个流动人口登记，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的。来了啊！来了，周警官，你好。你对苏木心了解吗？听我女儿说过一些，说是苏木心对她不错，可惜结婚早了。诗月整过容啊？有她以前的照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她觉得自己不好看，
不喜欢看以前的那些照片，就原来住的这屋子，他也不愿意回来。世月的手腕上有刚愈合的伤痕，他自杀过。这还重要吗？啊？那时候救了，现在还不是？是的，妈妈，你节哀。我还是要问一下，那个伤痕是什么时候弄的？1、2个月了。孩子太傻了。是为了苏木心吗？不是，苏木心根本不知道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是因为苏木心把那气筒从疗养院接回家，他就委屈受不了。气筒疯了，疯了。是苏木心把曲彤送到疗养院的。不是，我女儿说是她妈妈，曲彤的妈妈。哎，怎么了？妈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闹到这儿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我真的没有打过他。你的意思他疯了，他神经病，跑到公安局来报假案。小点声行不行？这儿人来人往的。要不咱们找个别的地方去说吧。去哪儿？快！来！妈，爸，我只知道彤彤恨我，其实我自己也恨我自己。如果可以改变过去的话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他做的确实是过了，但是你能向我保证吗？你从来就没有打过他，你能保证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挨打的人是我。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，我没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也是人，我也有受不了的时候。彤彤看我的眼神和对我的态度，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。只要他不受到伤害，我们可以寻找专业的人帮助。
在酒杯里转，在噩梦里转，在不可告人的阴谋里转，在欲望里转，在挣扎里转，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，在阳光灿烂的一天，你用手捂着你的脸，对我说你很疲倦，你扔下手中的道具，开始咒骂这场游戏，说你一直想放弃，但不能停止转，转转转转，高高的举起你的鞭，转转转，转转转转，轻轻地闭上我的眼。